2023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日前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闭幕，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各方表示要继续加强战略沟通，凝聚合作共识，拓展上合组织合作内涵，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值得注意的是，会议期间，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与印度防长拉吉纳特举行了会见。这是自2020年中印边境发生冲突以来，中国防长首次访印。此次双边会谈受到外界高度关注。李尚福表示，作为相邻大国和重要发展中国家，中印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双方应以全面的、长远的、战略的眼光看待两国关系和彼此发展，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和力量。目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平稳，双方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了沟通，应登高望远，把边界问题放在双边关系适当位置，推动边境局势早日转入常态化管控。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持续增进两军互信，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印度国防部会后发表的声明指，两国防长坦诚讨论印中边境地区局势发展及双边关系。拉吉纳特明确表示，印中关系的发展以边境和平与安宁为前提，并表示边境实控线的所有问题都需要根据现有的双边协议和承诺来解决。值得注意的是，李尚福此次访问印度创下多个首次，这是其3月就任中国防长后首次，也是2020年6月中印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以来中国防长首次访印。本月23号，中印两军还举行了第18轮军长级会谈，据悉双方彻谈到深夜。中国国防部消息，双方同意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密切沟通对话，加快解决中印边界西段有关问题。印度论坛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本轮军长级会谈期间，双方已开始讨论解决对峙局面的具体步骤，在解决边境问题上对外传递了积极信号。中间时隔将近5年，两国防长没有在对方的国家进行直接的这种互访，实际上也显示了两国关系存在着一种不正常的状态。那么希望呢，通过借助这个上合组织这个防长对话，逐渐的恢复两军之间的这种交流。实际上，军事互动实际上是双边关系的最高的一种互信的体现。这里面所说的这种常态化管控，也就意味着当前的这种管控是非常态化的，是一种2020年6月份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的双方的这种应急的一种措施。这种应急的措施显然难以稳定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模式。所以说，常态化管控最重要一点就是要机制化管控，要使双方的对对方的一种期待更加可预期。我们说常态化管控，也是希望印度对当前这种新的常态要予以接受。为缓和2020年5月初开始中印在边界的对峙态势，两国高层已经进行了多场高层会见。在双方充分沟通下，中印边境局势不断向好。然而，西方媒体却不断炒作中印防长会谈后两国消息稿中的温差。美联社称，双方声明语气明显不同。中方认为，两国边境情况总体稳定，与印度方面的悲观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印度的外交更加聚焦边境分歧。彭博社报道，印度国防部长拉吉纳特当晚与李尚福会面后说，印中关系以边界和平为基础，而边界争端侵蚀了双边关系的整个基础。路透社则引述2名印度军方匿名人士的话称，中国一直在推动两军之间的接触与合作，但印度方面认为，只有在边境保持平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推动沟通。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这显示出印方希望借中国被西方打压为契机，进一步迫使中国在边境问题上多做一些让步。事实上，印度最近确实动作不断。一方面，印度政府计划将2023至2024财年国防预算增加到约726亿美元，比上一年财年初步估计高出13%。印媒称，增加的国防预算将用于在中印边境地区部署更多武器装备，以及修建更多的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此外，印度合作美印联合空中演习也正在举行。美国出动的2架 B-1B 战略轰炸机首次出现在中印边境地区，也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中印关系这种非稳定状态，甚至保持适度的紧张，对美国的对华博弈，对印度的拉拢是有好处的。印度也希望中印关系稳定，但是这样的公开的容忍美国的介入，实际上是不利于边界问题的化解，更不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不过，观察人士指出，中印两国防长在新德里成功举行会谈，显示出双方都有意愿改善两国关系，化解分歧。
此外，印度同时担任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和20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为了推进2场多边峰会的顺利举行，印方希望为日后成员国领导人在印度会面创造良好氛围。如果中印关系因边境纠纷持续紧张，不仅将影响上合组织以及G20峰会的举办，也会为未来可能的双边峰会带来不确定性。这无疑是主办国印度最不愿看到的结果。而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议题，也是印度关切的内容。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称，作为轮值主席国，印度特别重视上合组织在促进本地区多边、政治、安全、经济和人文等方面交流的作用。印度周刊杂志网站报道称，在此次防长会上，拉吉纳特发言的首段就强调了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性。而与会各方也表示，要继续加强战略沟通，凝聚合作共识，拓展上合组织合作内涵，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根据中方发布的消息稿，李尚福在会上强调，中方要与各方一道，携手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加强战略互信，深化反恐合作，拓展合作领域，完善合作机制，共同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地区合作组织。那么这个地区在世界面临1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之下，这地区的这个国家如何彼此相处，特别是在安全领域能否和平与合作，对全世界都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次会晤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向世界传递的信息也是非常明晰的。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周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除再次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各项帮助外，还花大篇幅谈及半岛问题，并称朝鲜为所谓独裁国家。对此，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发表声明，严厉批评美韩出台的华盛顿宣言，并警告称，为升级核战争遏制力，朝鲜将做好完美的准备。当地时间28号，尹锡悦抵达此次美国之行的第2站波士顿，先后前往麻省理工学院与数字和生物领域专家交谈，参加韩美产业集群圆桌会议，并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以面向未来的新旅程为题发表演讲。在夸赞美国引领世界自由民主一番后，尹锡悦将话题引向半岛，并抨击朝鲜为独裁国家。North Korean illegal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nuclear threats are not limited only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It is seriously threatening the peace and freedom of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the world. 就在2天前，尹锡悦与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升级对韩国提供延伸威慑，并发表华盛顿宣言称，将扩大美韩核危机磋商，新增美韩军事训练和模拟演习，成立美韩核磋商小组机制。美国将派遣战略导弹核潜艇至韩国等。朝鲜的这个反击力度也是很大的，实际上不但没有减弱这个半岛上的这个和平的威胁，反而加强这个威胁。也加强对韩国的威胁，就韩国的安全环境没有任何的改善，反而是加剧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认为这是尹锡悦对美国的访问，表面上看来很风光，实际上我觉得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尹锡悦当天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还驳斥了有关美韩华盛顿宣言意味着接受朝鲜为核武国家的说法。他表示，华盛顿宣言要求首尔继续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要获得自己的核武器。尹锡悦补充道，韩国社会有评论认为首尔应该获得核武器，但这涉及到复杂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事情。在访问美国前，尹锡悦18号接受路透社采访时首度松口，称在极端情势下，韩国可能会将援乌范围扩大到人道主义和经济领域以外。报道称，这标志着韩国首次改变了反对武装乌克兰的立场。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国之一，韩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对乌武器供应方面的施压。但是，考虑到在俄韩企的业务开展以及莫斯科对朝鲜的影响，俄乌冲突爆发1年多来，尹锡悦始终对武器援助一事持消极态度。
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韩国是否会对乌提供致命武器，尹锡悦表示正考虑各种选项。The Republic of Korea continues to support the Ukrainian people, and we continue to expand humanitarian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the country. 在此次访美之前，尹锡悦还在涉台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声称台湾问题是全球性问题，此举也被认为是向美方递出投名状。在拜登和尹锡悦的会谈中，也再次谈及了台海问题、南海问题等议题。两人重申所谓维护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声称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值得注意的是，尹锡悦在哈佛大学近20分钟的演讲中，对台海等涉华议题只字未提。但在演讲后，与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进行讨论的环节，约瑟夫奈的第一个问题就问到了美韩此次联合声明是否影响到了中韩关系。The relations with China is always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we pursue the mutual interest of the countries. 对于尹锡悦近段时间来的一系列表态，尤其是突然升高对华强硬的调门，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黄静向深圳卫视记者分析，这并不意味着韩国政府已经彻底倒向美国。而尹锡悦这最近做的一系列动作，实际上在韩国是很有争议的。首先，他牺牲了韩国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和日本做成某种妥协，在国内的反弹相当大的。那么他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尹锡悦上台的时候呢，做了很多的承诺，比如说要改善韩国经济啊，要改善韩国的国际关系啊，要强化韩国的安全环境呀，要提高韩国的国际地位等等。那么现在上台2年多的时间，所以他的承诺好像取得的并不多，所以呢，尹锡悦呢急于希望表示一种强硬的态度，来脱困，来就是打破内外交困这样的做法。尹锡悦此次访美还专门携带了一支由122名韩国商业巨头组成的豪华经贸代表团，说明其对强化韩美经贸联系寄予厚望。但韩国财经界原本高度期待美国放宽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却毫无进展。美方只做了所谓加强磋商等模糊回应，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韩国芯片企业很明显是美国芯片战略的牺牲品。从补贴政策看，韩国等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在补贴问题上现在骑虎难下。他们申请补贴的条件很苛刻，不但要提供商业机密，如果利润超出预期，还要把这些部分补贴退还给美国政府。那应该说，韩国企业在本身就是美国芯片企业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还申请美国芯片补贴，这本身就有与虎谋皮的风险。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28号在共同民主党最高委员会议上，对尹锡悦在访美期间表现各种令国民失望提出批评，认为在芯片等核心议题上，尹锡悦政府完全没有保护本国产业和企业。他还痛斥尹锡悦的对美外交就是屈辱外交。有分析指出，尹锡悦此次美国之行除了表面的风光外，并没有给韩国带去实质利益，反而激化了韩国内部的政治分裂。韩国这个国内政治一直是比较分裂的。那么现在尹锡悦采取的是跟美国合作，跟日本妥协，那么当然就要得罪或者是激怒国内的一些想要采取另一种做法的一派人，这派人的反对呢和对抗的可能更加激烈。从这个意义上讲，尹锡悦这次访美实际上是激化、扩大了韩国内部的政治分裂，这个呢，我认为对韩国的发展是没有太大好处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您好，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各种卖力表演，但韩媒称还是没能为本国芯片业讨到说法，维护利益。那么您对此如何看？主持人好，美国能不能拉拢盟友围剿中国半导体产业？有观点认为，这样做会损害欧洲以及日韩企业的经济利益，因此政策上是不可行的。但事实是，去年10月，美国明确限制中国发展先进半导体产业的能力，发布了前所未有的出口管制。今年1月，拜登政府将管制延伸至荷兰和日本的公司，包括 ASML Holding 阿斯麦、尼康以及 TL 东京电子等。而目前，韩国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在中国的运营也处在风口浪尖之上。
面对美方的压力，韩国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并不持乐观态度。另外，美国拉拢盟友围剿中国半导体产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尽管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彼得·温宁克26日表示，随着中国发展半导体产业进入中国市场是绝对必要的，但实际上，早在2019年，特朗普政府就向荷兰政府施压，禁止阿斯麦向中国出口顶级 EUV 光刻机。荷兰政府在今年3月甚至推出了所谓额外禁令，试图将先进程度落后一代的 DUV 光刻机也划入禁令之中。这些例子表明了一点：企业的利益不尽然等于国家利益，而企业的利润也不尽然能够左右国家政策。阿斯麦公司毋庸置疑想挣中国市场的钱，但荷兰和美国政府明显着眼于公司报表之外的事情。我们没必要抱着经济决定论来自欺欺人。回望一下历史，美国拉拢盟友围剿中国半导体产业，并非是某种难以想象的事情，不过是复刻冷战时期美国联合盟友封锁对苏联的高科技出口。这套经验做法着眼的是地缘竞争，是军事对抗以及更长远的经济利益。削弱中国先进半导体产业是为了减缓中国军事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的步伐，是为了削弱中国触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的能力。想想石墨烯，想想盾构机，想想中国制造是如何将发达国家手里的摇钱树打成白菜价，想想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格局所带来的变化，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的盟友愿意配合美国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他们着眼的实际上是没有变革的垄断，而垄断才是最大的经济利益，是最大的利润来源，也是最大的安全保障。那么，面对美西方的围堵，中方应该如何应对呢？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我们管不了别人，只能管好自己，因为我们走在一条向垄断发起挑战的变革之路上。我们面对的是数百年西方秩序的历史惯性，是一整个排外的发达国家利益集团。过去，西方世界告诉我们，按照他们的规则来，我们会被接纳。但当我们在这套规则中胜出，西方世界则单方面修改规则，甚至不惜撕毁规则。当欧美国家希望锁死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希望中国永远做他们廉价的世界工厂，那中国唯有自力更生，别无他法。为什么美国及其盟友不围剿中国的高铁、中国的火箭、中国的造船业？事实上，他们也在围剿，只不过毫无意义。而半导体产业可能是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最后几个关键机会之一。实际上，即便是半导体，留给美国的时间大概率也不会超过2届美国总统任期。10年间，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市场全球占比从8.6%扩大至34.6%，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面，中国半导体市场当前的国产化自给率仅在20%左右，且主要集中在低端产品领域，追赶之路任重而道远，但也不是没有希望。2022年，中国大陆在半导体产业上投资超过1.1万亿人民币，一年的投资是美国5年期芯片法案半导体产业直接投资的3.2倍，且投资遍布芯片设计、晶圆制造、材料、封装、设备开发等各个领域。中国追求的是全方位的整体突破。实际上，正是美国的不断加码制裁，让中国人认清了欧美国家选择性自由贸易的嘴脸，也在中国社会内部形成了一定要打破半导体产业瓶颈的共识。而过去74年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什么封锁是中国人无法打破的。光刻机巨头阿斯麦 CEO 彼得·温宁克就曾对美媒彭博社表示，技术封锁中国也许是一个错误，因为这反而会加速中国开发自主芯片设备的努力。温宁克称，如果中国人无法获得所需要的机器，他们就会自己开发，这需要时间，但最终中国人会达成目标，且压力越大，中国人就会越努力。好的，谢谢张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早前透露，25家美国军火商计划5月初结伴竄访台湾。最新消息是，时间就在5月2号，而且25家军火商的名单也逐渐浮现。而台防务部门称，解放军军机和军舰近期加大在台海周边活动力度。大陆最大型无人机 TB001 27号几乎逆时针绕台1周，台军对此束手无策。有岛内学者就认为，解放军军机绕台规模提升，极有可能是针对美军火商结伴窜台而来。台防务部门28号声称，自27号6时至28号6时，发现解放军军机38架次、军舰6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一架 TB001 无人机几乎环绕台湾飞行。台湾联合新闻网称，这架无人机环绕整个台湾东部，似乎刻意包围飞行。部署在台东制航基地内的天宫导弹27号全面戒备，战机频升空。台媒称 ，TB001 被称为双尾蝎，是察打一体的解放军现役最大型无人机，航程约6000公里，最大续航时间可达35小时，有250公斤的武器载荷，可挂载导弹、激光制导炸弹等，被认为有较大威胁性。针对解放军无人机几乎环绕台湾飞行，岛内某智库副研究员接种称，解放军此举除了借绕台展示该无人机海上远距离飞行能力，并进行武力展示外，更重要的是，解放军很可能是在演练日后派遣无人机侦察台岛东部战力保存区，让解放军推进至西太平洋的海空兵力，包括空军打击机群或海军航母战斗群发动打击。我们对于台湾东部的山区地形，包括海域，加大这样一种抵近的一个侦察和一个威慑。那么，我觉得这是对台军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慑的效应。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也看到近期美军的这样一个航空的基建在台湾以东、台湾以南的海域活动也是非常频繁。解放军无人机的在这一海域的一个行动，也是对美军的有相关的活动的第一个方面是一个有效的掌控，同时也是一个有力的一个拒止的效应。台空军前副司令、退役中将张延廷认为，此次台军拿有人机对大陆的无人机，会造成台军疲劳战，台军的付出较大，后勤保障的负担也会比较沉重。TB001双尾蝎，它是属于高空侦察机，单线的绕台，将来会变成双线，一个逆时针，另外一个顺时针，刚好两面做包抄。第3步就要穿越台湾，最多会挂死24枚火箭，对地对海做激活打击。台防务部门公布解放军无人机此次绕台动态，也在岛内引发高度关注。有台湾民众自我调侃称，习惯成自然，民进党当局已经束手无策了。岛内舆论还注意到，此次解放军军机绕台规模提升，一个重要背景是由25家美国国防承包商组成的代表团，被曝将于5月2号竄访台湾。消息人士透露，目前已确定窜台的美国军火商，包括有被大陆列为制裁对象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还有诺斯罗普格鲁曼及通用电气等大型防务产业集团。该竄访团除了与民进党当局高层会面、举办研讨会之外，还将拜会台防务部门、中山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就台军后勤弹药、无人机等防务议题进行讨论，甚至与台湾厂商见面交换意见。一方面是美国国会的这个所谓的亲台势力那么很多其实它就是军火商的掮客。那么另外一部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军火商现在这双方的这样一个美台之间的军事关系的这样一个不同的环节都在积极的动员起来希望去快速的推动美台之间的一些包括军售在内的诸多的一些军事勾连的一些项目。台湾安全会议前副秘书长杨永明认为，大陆军机绕台规模提升，极有可能是针对军火商来台，往后几天规模可能还要更大。他认为，军售问题一直是两岸关系的敏感话题，大家应该思考，这样大阵仗且公开活动的军火商来台，对台湾安全真的有帮助吗？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访美行程结束，刚落地机场就宣布要登记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但到截稿前，柯文哲仍未前去领表登记。而中国国民党方面则多次重申要团结在野、整合非绿。有分析认为，看上去蓝白双方都有合作意愿，但具体合作能否落地，依然任重道远。民众党主席柯文哲28号自美返台，在机场被问到何时登记参选2024时，柯文哲这样回应：正式领表登记吗？明天就去处理了。不过29号一早，柯文哲就跑去台中参与大甲妈祖进香，并未完成登记。昨天讲完以后，突然发现今天是星期六，然后明天是星期天，后天又要放假，所以下礼拜就再讲啊。所以有打算要领表吗？参选？不，党内的程序还是要走。
民众党发声明回应称，柯文哲在机场所说的“明天处理”，指的是29号会展开相关幕僚作业，并非登记参选。等作业完成后，会再择期领表登记，有相关进度会再对外公告。据民众党2024选举提名规划，4月27号至5月8号为领表登记时间，若超过1人登记，便会进行协调或初选。5月17号，经民众党中央委员会确认，当天将公告2024提名人。柯文哲一定要先拉高自己的政治筹码。假若他真的未来有这个谈的空间，我连登记都没登记，那不就直接被你看扁了？那不用那就不用再谈了嘛。所以他一定要创造他一个筹码。所以这个是柯文哲为什么说宣布参与2024的角逐，他一个很基本的背景啊。不管从个人也好，从他的政党也好，看过往的历史，你如果没有登记大选的话，没有去参与大选的话，你一定泡沫边缘化。此外，柯文哲返台后连续2天主张要成立所谓联合政府团结台湾，但他同时又抨击蓝绿恶斗，称台湾要想办法走出蓝绿互斗的泥沼，现在还是很明显的意识形态对抗。对此，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28号回应称，等柯文哲睡饱再讲才会比较清楚。他刚从美国回来哦，这个下飞机接受访问嘛，对不对？是，一定没有睡饱哦，这个让他多睡几天哦。这个睡饱了讲出来的可能会比较准一点。他提这个联合政府的概念，他其实是要有别于国民党的下架塔利班啊，或者下架民进党，或者所谓的非绿阵营。因为如果我还跟你打一样的口号的话，那2020年的失败就会再现哦。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一件事情，民众党在2020年其实选得不好，比预期来的差，党内很多政治明星都落马。多次表达要团结整合代表岛内中坚力量的民众党的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28号表示，在适当时候一定有机会与柯文哲见面谈一谈。朱立伦说，国民党的坚定想法就是团结目标绝不改变，合作决心坚定，在沟通过程中要相互尊重。对于民众党的党内程序以及柯文哲当前做法都表示尊重。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党团总召曾明宗表示，蓝白当然有合作空间，共同目标是下架乱政民进党，大方向大家一致，欢迎柯文哲一起合作。如果说候选人最后是3个，这个赖清德当选的几率，我想大家都会认为了这个非常的高哈，所以势必要整合郭台铭跟柯文哲，我觉得这个方向绝对是非常非常的正确。至于如何整合，我是觉得只要大卫把它拿下来，其他的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其他条件通通都可以谈，没有什么不可以谈的哈。包括立法委员的合作，包括部会首长的怎么安排，我觉得这都不是件难事了哈。主要是一定要整合，因为不整合就会输嘛，对吧？国民党布局2024脚步加快，党主席朱立伦28号直言，提名时间会比过去来得早，现阶段正在努力整合泛蓝与非绿。朱立伦更首度松口说，预估5月就会完成所有作业。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将原定6月5号至20号的市政总质询提前至4月27号至5月15号。有传言称，总质询结束后，国民党中央最快可能于5月17号中常会上宣布征召新北市长侯友宜参选2024。不过，一份28号公布的民调显示，郭台铭的网络声量超越侯友宜25个百分点，且侯友宜出访新加坡期间，新北市政出包，导致侯友宜的网络好感度不增反减。反观郭台铭从本月初宣布参选后，好感度也一度暴冲，远超侯友宜同期表现。对此，侯友宜29号回应，面对外面任何风雨，我们都是同心齐力，为人民尽心尽力。郭台铭同日在台北举办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与侯友宜除了团结就是合作，也希望外界不要见缝插针。郭台铭还主动提及，期待5月17号出现的是我。他说，未来若获征召，将广纳各领域的幕僚，如果自己没有出现，也会尽力支持国民党候选人。谈及与柯文哲的合作，郭台铭表示，目前要代表泛蓝出现才有资格谈合作。岛内有分析认为，与侯友宜竞争，郭台铭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与柯文哲关系密切，最有可能促进蓝白合与非绿联盟。新加坡联合早报提醒，无论国民党谁被提名，都不可能对柯文哲的支持度视而不见。台湾时事评论员叶耀鹏认为，柯文哲至少掌握10%几的选票，对国民党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棋。国民党若没有把柯文哲拉进同一阵营的话，2024年选举胜算不大。叶耀鹏强调，如今国民党、
民众党、民进党宛如一个三角形，若蓝白两党能够合作，就能实现两边大于一边，共同下架民进党。希望政党轮替让台湾的政治可以更好了，因为现在显而易见的就是赖清德就是一个顽固台独分子嘛，他就是一个扎实的台独分子，他诱发两岸开战的机会是远远大于其他人的 N 倍，好，所以这是我们比较担忧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虽有很多猜测，但柯文哲至今还没有正式加入岛内2024选战。那么您对于当前蓝白绿选情如何看？好的，我们先来看绿营的民进党与赖清德。毫无疑问，当前他们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一是赖清德的民调支持率一直稳定领先；二是民进党还具备了执政优势与美国加持的优势；三是泛绿内部不仅非常团结，而且在早早定下了赖清德之后，还可以以逸待劳，静观蓝营的内斗与蓝白的相争。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当前自认为稳操胜券的民进党与赖清德是不屑于跟其他力量和政党来整合的，也是不会有因为强行整合而引发的权力分赃不均问题的。那么当前国民党面临的选战情势又是什么样的呢？我认为，虽然国民党征召侯友宜已经基本上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了，但是他们的选情却并不乐观。这不仅仅是因为侯友宜的民调落后于赖清德，更为关键的是，当前国民党与侯友宜既面临着整合带来的机遇，也面临着分裂所带来的危机。因为假如郭台铭出手，那带走的是蓝营的选票；柯文哲独自参选，分走的也是浅蓝的选票。郭柯问题的本质都是蓝营内部的分裂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要想赢得选举，唯一的出路就是整合。最为理想的情况就是既整合了郭台铭，防止了蓝营的分裂，也整合了白色力量，那赢得2024的希望就会大增。次理想的情况就是至少要整合郭台铭与柯文哲当中的一个，那国民党还勉强可以一战。最差的情况就是不仅一个都整合不成，而且逼得郭台铭与柯文哲联手，那国民党麻烦就大了。如果柯文哲未来宣布参选的话，是否意味着蓝白合破局呢？我认为得出这一结论为时尚早。在我看来，无论蓝营的竞争态势如何，也无论能否赢得2024，柯文哲都一定会参选，因为他要通过参选，不仅显示白色力量的存在，壮大白色力量的生存空间，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柯文哲要通过母鸡带小鸡的方式，为民众党赢得更多的政党票，从而在台立法机构内占据一定的席位。因此，柯文哲剩下的问题，无非是独自参选还是跟蓝营合作参选的问题。假如独自参选，以柯文哲与民众党只有2成左右的支持率，虽然没法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位置，但至少会在台立法机构内斩获几席。假如跟蓝营合作参选，这不仅可以占国民党的便宜，从国民党身上敲诈几席不分区民意代表席位，而且柯文哲还有可能得到台湾地区领导人副职的位置。这个也就意味着，对于柯文哲来说，独落落不如与众落落，跟蓝营合作仍然是他更为理想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柯文哲抢先高调宣布参选，既是为了向国民党叫价，也是为了跟郭台铭争风吃醋，防止国民党最终找郭台铭跟侯友宜来搭配。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